看够了吗？这人骨你是怎么做的这么逼真的？我之前试过石灰、桃木，都做不出这样的。这是真的人骨头。怎么，嫌我手段残忍？那你待会儿可得让我好好看看。我早就想用真骨做了。松开！对不起啊。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这顾先生不是受伤了吗？我给他接鼻时发现，他的手肘部位少了一小块骨骼。就算现在外伤长好了，但他的右臂却始终使不出力气来。我师傅的医书里没有记载这种病的治疗方法，所以我想你们作为杀手，整日里打打杀杀，对这种骨伤应该有看法吧？骨骼缺失，他胳膊丢了。倒也不至于，差不多就少这么一小块。此症我也是头一次听闻，你可想过一物不顾？想过，但是筋太软，痛易锈，这铅又有毒，要想治他的病，还得真骨头，只可惜没有真家伙呀。要不你送我一句？一句？啊。你不是说他就伤了这么一丁点吗？怎么可能用得上这么多骨头啊？可能也是我记错了，可能整个条胳膊都断了。哎，想要？想要，真想要？真的想要。想要还不快跟上？哦。唉，这福生怎么一大早上就是找拓跋了？这要是让文觉知道了，还不得把房顶给掀了呀？什么？福生去找拓跋热了？你怎么拦住他？我也得拦得住吧？那他有没有说是干嘛去的？没有，神秘兮兮的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好啊，这个福生，我一大早来找你，你倒好，跑马帮去了。我倒要看看一大早上能做什么。哎，福生，你也别怪兄弟我，谁叫你不告诉我，一大早上你要去干嘛？你怎么骗我呀？我骗你什么了？你不是说我跟你来这儿就有骨头拿吗？我是没意见，但你要问问他们，毕竟躺在那儿的是我们的兄弟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还是我来说吧。那些白骨都是我们曾经的兄弟，从做杀手的第一天起，我们每日无不刀尖舔血，大多难求善终。有些兄弟不甘白白生死，祈求小姐将其挖出，再用药水炮制，作为历练暗杀法的模型。这样，就算是死后，也能与我们并肩作战。所以，你想取骨，要问的不是我一个人。各为之高仪，浮生敬佩，但有人已逝，与其留其骸骨空留思念，不如把骨头给我，让我研究这医骨之法。倘若各位以后受了重伤，也不用黯然残疾的度过一生。这骸骨给你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请说。你必须全程带着我们拓跋小姐。疯掉！若非如此，
就算符医师说破大天，也休想带走我兄弟的骸骨。可以是可以。小姐，你安心与符医师去医馆吧，这里一切有我们。哎，不急不急，现在不去医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在此地做个实验。毕竟这开刀动骨我也是第一次，我不敢拿骨贴做实验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要你们马帮最常见的东西。你想用马？就是这儿。你去做事吧。是。怎么了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当时徐捕怀的马车就停在那扇墙后面。这房顶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在看那个雷公柱。这有什么新鲜的？城里边大一点的宅子都有这柱子，没有的话倒是奇怪了。因为下雨的时候雷会劈到屋顶。徐捕怀死的那晚，应该是有人用铁链拴住雷公柱，一路牵引到徐捕怀的马车里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雷会从车窗而入。杀死徐捕怀的不是雷，而是牵引雷用的铁链。地上这些痕迹，就是铁链所经过的地方。帮主，冀北商会在集结人马。他娘的，长本事了！姓李的敢主动闹事儿。帮主，咱们去不去？去，当然要去，把徐捕怀那笔账要回来。看来这个顺子不仅仅是引贼入室这么简单，徐捕怀的确是被你们商会人所杀。现在一切还未查清，不可妄下定论。不过也确实无法解释徐捕怀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商会门口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杀徐捕怀、雷觉坤、华磊这几个凶手是一伙人，只不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现在商会和马帮马上就会开战。如果是查出有人从中作梗呢，你们起码不用立刻开战吧？君主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昨夜商会下面的17家货站全部失火了，烧了个一干二净。我们的李会长都要急疯了。你们来的时候没发现吗？今天的商会没有几个人。他想干什么？哎呀，我也不是会长，他要干什么我倒是不知道，但是也不难猜出来，无非就是鱼死网破，玉石俱焚吧。好了，我也要过去了，你们自便。文觉，你马上去通知文城主，我心里有个猜测，得去马帮一趟。哎，什么人？你来的正好。这匹马是不是徐捕怀出事那晚拉车的马？你哪的？我叫福生，城主府令史，负责查案。这马这症状多久了？回大人，自从徐捕怀大人死后，这匹马就非常的暴躁，可能是它主人的死刺激了它。饮食可正常？饮食倒是比平时还多吃了一些。你比孙思明差远了。这匹马行动颠簸，口有白涎，脾气暴躁。依我看来，绝对不是因为主人身亡而导致的心病，倒像是长期服用某种药物，又骤然停药才引发的症状。据我所知，尚有天鹰草、曼陀罗花等能引发这种药瘾。
绝对是长期服用天阴草，又忽然停药，才导致这样的状况。这不可能啊！他只吃我喂的饲料，这不可能有人喂的什么天阴草啊！那如果饲料中本就含有天阴草呢？我猜平日里调味饲料打麻草这种粗活，你应该不会亲自动手吧？是的，大人，平时是一个小马夫在弄。但是后来这个小马夫消失了，大人怎么知道？所以后来这匹马所吃的饲料里面都没有天阴草，才导致会引发这样的症状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因为你把这匹马养得太好了，这马绝对不会跟外人走，也绝对不会吃外人所给的东西，除非有人拿着它难以抗衡的东西，引诱它离开原处，直至商会门口。啊，这……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？一定要开打吗？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。如果我能找到幕后主使，是不是就能阻止这场战火？来不及了，商会重兵压境，帮主已经带人前去应战。可是现在证据确凿，只要是个人手拿天阴草都能带走此马，这足以说明是有人从中作梗。战争已经开始了。我们快点，有了天阴草做证据，应该就能阻止他们开战。拿着。什么人啊？不洛，你告诉他，我们是基石，专为百姓惩恶扬善、替天行道之人。说得好，只有我们才会真正的在乎彼此，而你们这类只会奴役欺压我们的人，又怎么会懂这种感受呢？杀人的借口再好听，也是犯法的。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命。住口！他们打骂欺辱我们的时候，在乎过我们的性命吗？那些高高在上的人，表面上人模狗样，撕开伪装，却是另一副样子。他们哪个手里没做过恶？所以他们都该死。
鱼，帮主，府生已经查到了徐捕怀的死有问题，马帮和商会都被算计了。福生马上就会带着证据赶到。证据重要吗？哼，老车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终于说了句人话。不怕，拔出你的刀，做好你该做的事儿。杀！杀！你真的很扭曲，你比你痛恨的那些人更加过分。你这哪叫什么惩恶扬善？我看你不过是享受操纵别人生命的快感罢了。随你怎么说。看你们这架势，今天是没打算让我活着离开。因为你离真相最近，也应该成为第一个牺牲品，不是吗？还想问什么？尽管说。我看时间不够了，不如这样，待会儿我找你，咱们慢慢聊。不错啊，是来不及了。你最善用针，如今药香在我这儿，你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？哎，我可没说过我要折腾出什么花样来。杀了他！可是福医师是好人啊，我们怎么能杀好人呢？福医师是好人呀！反了你们了！良心未泯，好样的！吴大哥！吴大哥！辛苦了。你们算计好的，你故意当众击入葫芦，就是为了引出我。若非如此，我还真找不着你。可惜一切都晚了，来不及了。西川现在已经是血流成河了。不好了，装水了！不好了，我中计了！他娘的，给老子冲出去！无路可退，给我杀光这帮莽夫！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能找到你，就能知道你们的手段。我不得不说，你们藏的真的很好。但我得告诉你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徐捕怀的那件案子里，帮他养马的小马夫失踪不见。华磊死之后，在马厩干着粗活的小厮也不见了。雷老爷府上负责做绿豆汤的厨子跑了一个小帮主，还有智库盗取琉璃镜的小伙计。我发现这帮人都有一个特点，都是生活在底层、受人欺辱的人。所以那天医馆来了个无病的小厮，我便断定他跟你们是一伙的，这才跟葫芦演一场戏。这是他们的计划，这么容易就拿到了？说到底，他们就是普通百姓。虽然李通家小农非常谨慎，但是干这么大事情，其他人难免有些亢奋。稍加引导，就知道他们各自的任务，也不难推算出他们要干什么了。好小子，有出息。我先走了，以防他们起疑心。
注意安全啊！好的。还有火油，这么大手笔啊！但却很有效。若是我们没有准备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成功。没关系，现在轮到我。都说好了，谁逃跑，谁就是小狗，不跑。听到奇怪的声音。什么？没听到啊？没听啊！怎么了？你害怕了？没有，我才不怕呢。这个你听到了吗？胆小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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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鬼！胆小鬼！哎呀，李少卿啊，李少卿，我说了很多遍了，今天我是不可能去的。四娘亲自下厨，点名让我打下手。贺家村传出闹鬼，紧接着就出了一桩失踪案。哎，不就是一个失踪案吗？你自己去查就好了呀。我要有线索还会来找你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得了断案恐惧症啊，我今天肯定不可能去的。得了病得治啊，我带你找大夫。你是鬼吗？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四娘，非要萨摩帮厨吗？是啊，今天人手不够啊。来，吃完饺子好干活。还是你好，一定要多吃点哦，知道你饭量大。不够的话，锅里还有50。不是那个，李志，你不是找我有事吗？啊，你不是很着急吗？哦，对，走，萨摩，多亏你提醒我。哎，李志，这贺家村什么来头啊？能让你这么上心啊？贺家村中有个规模不小的染坊，长安城里达官贵人的各种服装用料都出自这里。哎，这位姑娘，哼，小哥，我问一下，
李少卿，里面请。各位官人从长安城远道而来，失敬失敬啊！请。您是什么时候上任的？啊，还不满1年呢。哎呀，这个村的事儿啊，我也不是太熟悉。他们有族长主持事务，我也不好插手嘛。一般呢也没什么大事儿，不过出了这事儿，是谁都没有想到的。这兰花开得挺漂亮的呀。哎呦，这位官人好眼光啊！这可是我朋友从洪州带来的兰花呢，那可是极品呐！您看那花，您看那茎，您看那叶子。是族长的儿子，最后露面是什么时候？哎呀，这谁知道？这得问他爹呀。哎，不过昨天晚上有个小孩来报案，说那个染房里发现了个蓝色的怪物，怀疑是族长的儿子。我们呐都不相信。染房？哪家染房？柳家染房。这地呀，原来是柳家的染房，阴得很呐。这染房都已经荒废了，染池里还有水。报告，大人，染池里有一个死人骨架，现在已经被打捞上来了。怎么没有头啊？你说这是柳家的染房？正是。这贺家村怎么会有外姓人？这柳家是后来搬进来的，不过能干得很，开了间小染坊，弄得红红火火的。只是没想到现在沦落到这步田地呀。那这个染房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这个，具体细节就要问贺族长了。石灰。哇，真好看！三五，你看，应该是染房的女主人吧？这柳家现在还有什么人吗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这都是我来贺家村之前的事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柳家染坊已经停业很久了，附近的人呢都不敢靠近这儿，大家都说这里太晦气了。哎，你觉得那骨架子会是族长的儿子吗？
马先生，您慢走。哎，不是，是县令让我们来的。副组长悲伤过度，不便见。上官姑娘，不是，那他不是？您怎么在这里啊，马先生？我来探望贺组长。这位马先生是长安城有名的布料商人，我们家做衣服用的布匹都是在他们家挑选的。马先生，这位是大理寺的李少卿。萨摩多罗，马先生怎么会出现在族长家里？这些年来，我都是以卖贺家村的布匹为生，和族长交情甚好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总该过来看看吧。哦，此案交由大理寺负责，必然会查个水落石出。有劳李少卿了。上官姑娘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您知会一声。好。告辞，各位。子苏，你回想一下，有没有哪件案子与贺峰有关联？我查到贺峰的仆人曾因调戏妇女而入狱，后来死在了牢里。被调戏的妇人是本村村民贺燕之妻。请问，贺燕是哪位？你们是？我们是长安城来的，奉命调查贺峰的失踪案。贺公子失踪了，你没听说吗？我从早上就忙呢，还没出门呢。今天早上在染房发现一具尸体，很有可能就是贺公子的。报应，老天报应！我们这次来，是想知道贺峰平时为人如何，而且是否有可能有人与他结仇呢？小意思。我一直自己做点手镯、头花、小串子，在家门口卖。那次贺公子喝了酒，就来说些轻薄的话，还动手，我男人就打了上去。我拦着他呢，根本拦不住啊！贺公子谁敢打呀？他叫了几个人来，还拿着棒子，就把他……原来动手动脚的是那个贺公子，他那仆人死得可真冤啊！你们没想过上报官府吗？我们还要在贺家村扎根呀。在这片地上，族长就是老天爷，我们能说什么？钱倒是补给我们一些，我们要是再往上告，1分钱都拿不着。他得治病啊！这太没有王法了！这长安城外还有这样的地方？你能告诉我，你昨天晚上在哪吗？官人，你看我……你别问了，不可能是他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装的？你看见他露在被子外面的脚趾了吗？那种萎缩的状态，只有长期卧床的人才会有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：村西头那个废弃的染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又是不能说的秘密啊！不是，我们给钱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给钱！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有钱，走走走，大理寺官员都有钱的。官人，我们还要命呢。不是，这贺家村啊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啊，你们说这贺族长的儿子丢了，他
他还闭门不见人。这贺家村民呢，又对贺家公子呢恨之入骨。啊，那个县令就更不用说了，啥也不是，名存实亡。还有，染房的染坑里发现一具蓝骨，还没有脑袋。那个染房的染池里，的确是染不得电解水，但里面还加了石灰。石灰？没错，因为加入石灰能使腐蚀能力更强。如果只是电解水，是不可能把皮肤和肉腐蚀得如此干净的。这得多大仇啊！你还发现了什么？我还在碱水池旁边发现了竹篾丝的痕迹。难道说凶手用竹篾把人捆住，再放进水池里去？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？那多没意思，就得把那活人放进去，然后那石灰水就像蚂蚁一样，一点儿一点儿腐蚀他的肌肤。竹篾，水池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浸猪笼？啊？这不是处置奸夫淫妇的刑法吗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来看，手里什么都没有吧？是不是？看，身上也没有吧？变！哇，厉害吧？谁想要这花啊？我要！那告诉哥哥一件事好不好？石头，怎么跑这里来了？大宝、小宝，这是谁呀？你就跟他说话，回来吃饭去。哎，我就是给他们变个戏法啊，至于吗？我又不是鬼，真是。你从哪搞的兰花？下午拔的。哎呦，我的小兰呐！兰花当然是要配君子了。我想要那个。那你跟哥哥讲件事好不好？二位就是长安城里来的官员吧？是啊。听说村里有外来人士打听村内事务，道听途说总归是捕风捉影，不如面谈来的方便。族长有请二位。小兄弟，你知道这有个染房吗？你可别去，里面有个大怪物。大怪物？我昨天晚上看见的，蓝色的大怪物，有这么大呢。那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会有大怪物呢？我娘说，以前有个很漂亮的姐姐被扔进池子里淹死了。是画像上那个姑娘。我娘说，如果不好好睡觉，她就会来找你。你们可别跟别人说呀。我们拉钩，拉钩，拉钩，我们一言为定。阿图，叫你别跟外人搭话，晚上变狼叼了你去。长安城边上居然还有族内自治的地方，动用私刑。我觉得他讲的事情跟大怪物有关。哎，大哥，您对这儿熟悉吗？我在这卖饼5年了，你买2个吧。啊不，我就想打听个事儿，这个染房……我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。
不用了。不知大理寺特意派人到我贺家村，有何贵干啊？奉陛下之命，调查贺公子的悬案。我实在是想不出，究竟是谁对我儿子下此毒手。除非真的是他回来报仇了。你说的是谁？他们没有告诉你吗？也对，他们怎么说得出呢？其实，那柳如真被进了猪笼，明明是全村人一起通过的判决呀。要说有罪，都有罪呀。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大的恶事了。柳如真当时犯了何罪？哎呀，我就不该让那柳家留在村子里呀。那个柳如兰打瞎了我儿的左眼，要派姓。他姐姐柳如真想救他妹妹，他竟然脱了衣服来勾引我。哎，你说该不该罚呀？啊，该罚，可也罪不该死啊！哎呀，不守妇道之人应该如何处置？这是村里历来的规矩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那他妹妹现在在哪儿？自从他姐出了事儿，他就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哎呀，我这儿子没了，我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，我怕是也待不久了。我家的香火到此断绝了。哎呀，哎呀！萨摩，萨摩，萨摩！哎，萨摩，快跟我走！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贺族长死了！啊，走，走。死因是心脏麻痹，他没有救急，而且还受了惊吓。惊吓？你们看，桌上果盘里放着一个蓝色的骨头，这是那个没找到的头骨。这头骨左眼眶有处受伤的痕迹，应该是贺峰的。他不会是被一个头骨吓死的吧？心中有愧，心里才会有鬼。我就说烧了那个染坊，烧死那个姓柳的女鬼，从此我们贺家村就太平了。郎君啊，都是那个女鬼害的呀！一派胡言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为什么我家郎君病了这么久，偏偏在这个姓柳的忌日这一天，
就死了呢？为什么？老大，不会真的是那女的鬼魂回来报？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三炮，去打探一下，除了贺家村附近，哪还有大片了兰？正是，就是做电色染料的草。在西山洼里发现一片了兰。这贺家染布用的肯定是自己种植的了兰，凶手必然不会冒险采摘。也就是说，这附近哪里有了兰，哪里就是凶手可能出没的地方。住在村里多好啊，大隐隐于市嘛。不可能住在村里，会被发现的。被发现？发现啥？等发现了你就知道了。跟没说一样。哎，看见了。有人，应该就是他。出来！柳如兰，果然是你！你当年从贺家村逃走，就是为了有一天为你姐姐复仇吧？你在水坑中加入了生石灰，才让那贺峰被烧得只剩下蓝骨，然后又偷走贺峰的头骨，吓死了贺一德。大水坑，那有一个大水坑，水坑里面有好多水，好多水，好多水！他脑袋是不是坏了？你别再装疯卖傻了！你连杀贺家2人，可知杀人者偿命？杀！哎！我告诉你，哎，三炮，给我拿下！好。快杀我！这女子便是蓝谷杀人案的凶手？是，2桩命案都是他一人所为。几位官人大老远赶来查案，可真是辛苦了。报，李少卿，外面有一个姓马的商人求见。传上来。官人，诸位，请官人放了阿兰，他没有杀人。你是谁？跑到这里来胡闹什么？在下马前，那贺家父子是我杀的。什么？官人，整个事件都是我一个人谋划的，阿兰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与贺家长期有生意来往，为何下此毒手？我是在赎当年的罪。3年前，我在长安城见到一种稀有的布料，无论是颜色还是纹样，都浑然天成。我费尽周折，打听到它来自贺家村。
从那时起，我便与柳家染发开始合作。我见到了柳家的两姐妹，没想到这样精巧的布料，竟是出自如此美丽的女子之手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对阿兰有些好感，只是我生性内敛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那时候，柳家也刚好到贺家村，染发规模不大。倒是那贺一德家的染发，本来十分丰富，却被柳家染发渐渐地抢了风头。直到有一天，贺一德找到我，说给我提供与柳家同等质量的布匹，价格也十分可观。但就在那一天，我看到柳如真去了贺府。我听到他威胁贺一德要把事情散布出去，两人为此争执不休，直到很多个夜里，我都会梦到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。村里人说，这柳如真是为了给妹妹求情才去勾引贺一德，但只有我清楚，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是说这个贺一德撒了谎，他为了不让儿子的事情闹大，才故意陷害柳如兰，封住他的口？这也太不是东西了。贺一德还有一个目的，这柳家虽然是新开的染坊，技艺却高于贺家。柳如真死了以后，那贺一德给我提供的布料，却和柳家的花纹颜色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这贺家谋害了柳如兰，还抢走了柳家染布的秘方？他们贺家根本就是丧心病狂！自从柳如真死了那天，阿兰就失踪了。我找啊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那个茅草棚里找到了她。我都快认不出她来了。明明那样美丽的女子，却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苟活在阴冷潮湿的草棚里。我终于找到了她，可她却不认得我是谁了。是我害的，变成了这样。如果当时我站出来，这一切就不会。可是我当时什么都没说。柳家家破人亡，那贺家的恶行却没有任何人知道。所以，我要让恶人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
所以，你为了帮阿兰复仇，才制造了鬼魂索命的假象。只是我没有料到，你们竟然会找到他。他是无辜的，杀人的是我。阿兰，这是我马琴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